这绝对是所有男人出狱时的梦想。十几辆大奔整齐地停靠在门口，数十个小弟西装革履站成一排。正前方的红色跑车里，黑帮老大亲自过来迎接，上车后更有美艳的金发女郎投怀送抱。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当然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。自从贤秀帮助浩哥重新上位后，两人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兄弟。浩哥对贤秀更是如亲弟弟一般溺爱，然而他不知道，这个被他视作亲弟弟的人却另有企图。原来贤秀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警察，为了帮母亲换肾治病，他答应了队长金姐的条件，潜入监狱里接近大洋集团的2号人物浩哥，以此为切入口打入大洋集团内部，进而找出他们走私贩毒的证据。通过贤秀一系列有目的的操作，总算成功获得了浩哥的信任。随后金姐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警局已经为他母亲找到了匹配的肾源，很快就能为他安排手术。这让贤秀听后激动不已，看到他一脸开心的模样，身后的浩哥也着实替他感到高兴。一切似乎都在按预定计划稳步进行着，可偏偏事与愿违。这天，一个晴天霹雳突然降临，就在贤秀妈妈准备去医院手术时，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。这个噩耗让贤秀瞬间崩溃了，她打电话哀求金姐，希望能出去送母亲最后一程。可金姐却以大局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，并警告她，如果卧底行动现在败露，那警局会立刻删除她的资料，这样她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囚犯。현수야, 너 지금 어리광 부릴 때 아니야。夜里，浩哥来到牢房，他本想上前安慰一下贤秀，可没想到贤秀却对着他大打出手。因为此时在贤秀心里，如果不是因为浩哥，那他就不会接到潜伏监狱的任务，母亲更不可能出车祸去世。没办法，面对情绪已然失控的贤秀，浩哥只能出手将他制服。然而令贤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二天监狱长竟然主动找到他，并给他放了1天的外出假。 장례비용은 한재호가 다 지불했다. 나한테 와가지고 너 그 귀유심사도 빼달라고 으름장을 놓고 가더라. 아니 근데 그건 또 소장소관이지 않냐? 매출로 만족하자. 看到母亲冰冷的遗体，贤秀的内心如刀绞一般。回到监狱后，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他向浩哥坦白了自己的卧底身份。比起站在正义制高点上的警察，恶名昭著的黑帮大哥反而显得更有情义。1年后，贤秀从监狱里放了出来，作为浩哥的患难之交，他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大洋集团。一时间，两人在道上混得风生水起。可集团里的3把手大伟却看贤秀很不爽，在一次聚会上，他拿着枪走过来，说要和贤秀单挑。 내가 그런 쪽 취향은 아니라서요. 형 이거 근데 진짜 총이에요? 周围的人全都被这一幕吓傻了。只见贤秀轻轻扣下扳机，将枪口顶在了大伟头上。好在一旁的浩哥及时把枪夺了下来。被摆了一道的大伟刚要反击，结果被老大高秉哲一顿暴揍，连扇了4、5个大耳光。 조카야, 일할 때, 술 처드실 때, 구분 좀 하자. 똥오줌 못 거리던 네 애비처럼 그러면 안 되잖아. 原来大伟是高会长的亲侄子，贤秀当着众人的面羞辱大伟，这就等于是打了高会长的脸。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但现在还不是收拾浩哥和贤秀的时机，因为几天后有一笔俄罗斯的大生意，对方只认准和浩哥交易。 이번 러시아 건 처리하고 나면은 동나새로 잡자. 可高会长并不知道，自己的侄子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浩哥那边。由于从小被高会长虐待，大伟早就恨透了这个叔叔。他谎称金爷因突发心脏病死在了监狱，这让高会长误以为浩哥不知道他买凶杀人的事。随后2人偷偷联系了俄罗斯的毒枭，在大伟的极力鼓动下，高会长果然见钱眼开，同意了这场海外交易。另一边，警方也在紧锣密鼓的组织行动。可金姐派出的卧底接连遇害，无奈的他只能仰仗贤秀这一颗棋子了。然而这颗棋子是否可靠，必须得到确认。趁贤秀独自祭奠母亲时，金姐带人绑架了他，将满满1桶汽油倒在他身上，威胁他说出自己警察的身份。好在贤秀最后还是挺住了。看到金姐后，他愤怒的大声怒吼，他受够了被人当棋子的生活。 可当金姐问他是否找到集团贩毒的证据时，贤秀却再次软了下来。他把毒品交易的事如实告诉了金姐，因为想除掉高会长的不仅仅是警方，这同样也是浩哥的目标。为了成全自己的大哥，他甘愿为警方提供情报。回去后，他立刻将这件事告诉了浩哥。可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个表面上充满情义的好大哥，背地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。